陈平安大概是被少女的欢快情绪感染，难得玩笑道：“那给姑娘多看几眼，能少收我1枚雪花钱不？”陈平安有些变化，想必阿良、徐远霞、刘灞桥这几个家伙都是罪魁祸首。少女笑道：“那可不行，从铺子到城门来回将近600里路程，我要跑10趟才能赚到1枚雪花钱。”陈平安点头说：“挺辛苦。”背对陈平安的少女使劲摇头：“公子，这有什么辛苦的？我打小就喜欢这么来来回回跑，哪怕我以后有了自己的铺子，赚了很多很多的钱，也还是会亲自驾着车往来，还能认识很多很多的客人，就像公子这样的。”少女随即有些忧愁：“可是买下一间铺子要好多钱，我看我这辈子呀，悬喽。”少女高声笑着说：“悬喽。”原来到最后，小姑娘还是以开心收官。陈平安笑着帮忙鼓气：“慢慢挣，今天比昨天更有钱，明天比今天更有钱，后天比明天更有钱。”少女顿时斗志昂扬，转头对陈平安灿烂一笑。当初因为老龙城少城主福南华的缘故，陈平安对老龙城其实印象很差，不比正阳山好到哪儿去。但是陈平安打从心底喜欢这个姑娘，当然不是男女情爱的那种，而是少女身上有一种向阳花木的感觉。陈平安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，已经分别的年轻道士和大然汉子亦是如此。少女继续介绍两边街道，陈平安就跟着她的手指指向一一望去。光阴流逝于马蹄声中，不到1个时辰，陈平安就已经可以看到老龙城的外城高墙，比之前看到的任何一座关隘城池的墙头都要高出许多。在即将停马之前，陈平安问：“你知道孙家树吗？”少女讶异转头：“谁？”陈平安只得重复一遍那个名字：孙家树。少女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憋了半天也不说话，直到马车停下，少女蓦然站起身，指向身后那条街道，手臂抡起胡乱画了那么一个大圆儿。“公子瞧见了吗？”陈平安点了点头。少女一双眼眸眯成了月牙：“从咱们城门到这儿，一直到渡口那边，300里街道铺子全是他的。”陈平安跟随少女一起站在马车上，有点懵。“都是孙家树一个人的？”少女使劲点头，格外自豪：“对，都是孙公子的。”少女压低嗓音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听掌柜的说呀，孙公子人可好了，虽然是最会做生意的人，可是1等1的菩萨心肠，几乎街上脾气再坏的老一辈人也都念叨着孙公子和他家长辈的好，说早年街道起了一场大火，烧毁了孙家2-3千间铺子。那会儿刚刚成为家主的孙公子非但没有追究，还自己出钱帮着所有人重建了店楼。而且我还听好些女子夫人说，孙公子长得特别英俊，所以他是咱们老龙城最心善最俊俏的男人了。”离着城门外还有100丈远，道路之上全是这般的车辆，然后人流之中走来一位素白麻衣的年轻男子，径直走到陈平安和少女所站的这辆马车旁。男子身材修长，玉树临风，但是不会给人那种鹤立鸡群的无形压力，就只是一种干干净净的气质，像是一位书香门第中走出的世家子，温文尔雅。拥簇在道路两旁的车辆缝隙之间，多有行人匆忙赶路，有人不小心撞到了男人肩头，连忙致歉。男人笑着摇头说没关系。少女转头望向老龙城，喃喃道：“公子，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孙公子？”陈平安无言以对。那个已经站了一会儿的年轻男人终于笑眯眯地仰起头望向两个人，对少女轻声说：“谢谢啊。”少女一头雾水，低头望去，疑惑道：“你谢我做什么？”年轻男人笑了笑，没有解释缘由，然后望向陈平安：“你是陈平安吧？我是刘灞桥的朋友，
前不久刚刚收到他的飞剑传讯，所以专门在这儿等你。陈平安跳下马车，站这么高跟人说话，那也太不讲究了。他试探性地问：你不会是……之后的那个名字，陈平安总算忍住没说出口。男人点头说：对，我就是孙家树。少女叹息一声，无奈道：这位公子你怎么偏偏跟孙公子一个名字啊？多委屈呀！年轻男人笑着不说话。少女跟陈平安告辞，马车缓缓掉头，然后转身离去。陈平安跟随孙家树一起走向老龙城的西城门，忍不住问：孙公子，整条街都是你的？孙家树没有任何故作矜持，他点头笑着说：祖上最风光的时候，老龙城的整个外城都是我家的。后来老龙城变得越来越大，我们孙家做亏了好几笔大买卖，就变得不如福家有钱了。不过如今孙家当然还是很有钱，就算是我孙家树有钱吧。陈平安偷偷看了一眼孙家树，男人身上并无悬挂任何挂饰，甚至看不出任何富贵气。孙家树笑道：老龙翻云佩，我孙家人没人有的，我也不例外。其实都想买，可是祖上传下来的死板规矩，不许后世子孙在这种小事上大手大脚，我也没办法改变祖宗家法，就只好忍着了，其实很烦。陈平安欲言又止，孙家树转头说：怎么，是想说那20枚雪花钱能不能还给你？当然不行，朋友归朋友，生意是生意。陈平安挠了挠头：我是想问，老龙城这么大，咱们要一直走到你家吗？孙家树不说话，笑望向陈平安。陈平安叹了口气，坦白道：好吧，不还就不还。孙家树恍然道：难怪刘灞桥说我们会投缘。陈平安好奇地问：你也经常被人骂财迷？孙家树有些哭笑不得，轻轻摇头：刘灞桥说我们俩都喜欢穷大方。什么跟什么呀？刘灞桥这话说的莫名其妙啊！大方不大方且不去说，他孙家树穷。孙家树突然说：我有一个偏门本事，就是能看到一个人过手而又没拿住的钱财。然后他停下脚步，转头看着陈平安，一语道破天机：你送出去的东西比整座老龙城都值钱。老龙城内城一处偏静巷弄，有家新开的小药铺，不过巴掌大小的地儿，掌柜的男人竟然雇佣了7、8位貌美妇人和娇俏女子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一双大长腿。男人整天无所事事，从不担心药铺的生意，忙着跟他们嘴花花，说着一些个自诩风流的荤话。女子们表面上看似娇羞，转过头去就翻白眼。这个汉子呀，今天又端了根小板凳，坐在巷子口嗑着瓜子儿，看着街上那些路过的女子。汉子两眼冒光，想着确实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啊。然后今天街上啊，又有一位女子在汉子眼前走过，穿的是花枝招展。至于她的相貌和身段，反正汉子已经丢了瓜子，端起板凳就跑路了。